玉山学者他的目的是第一要增加台湾的研究能量。回到中兴大学呢，它是以农为主，所以我就想到说用 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。我在 UC San Diego 30年，我们有这个跨领域这个 institute， 叫做在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做成 prototype 去向外面创投。不是说只有理工跟农业、生技而已，就是说我们也有人文、社会科学来参与。那跨领域一定是个趋势，尤其像说我们工学院的人，我们做的东西就是要未来能够对社会、人类有用，所以这个就一定跨领域。Enable 就是 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 and Biotech， 让中兴大学教授们有跨领域的计划。那我的研究专业领域呢是化学生态学，例如包含昆虫跟植物的交互作用。杜教授给我们很好的建议，关于新的领域，他接受度都蛮高的，尤其是2个跨领域的合作的，他很愿意就是听我们讲关于昆虫、关于生物，再结合上不同领域，像机械的部分。现在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关于仿生的部分，在工程上有什么样的应用可以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？我们可以就是共享彼此的专业知识。因为这一次 Enable 的计划，我才有机会做到生质柴油相关的研究，利用连续性的方式去进行生产。这也是我跟机械系的蒋雅玉老师合作之后才知道的事实。是我最高兴看到就是说，因为有 Enable， 他们才能够有这个机会合作，这是我是最欣慰的。玉山学者第2个目的就是说增加台湾跟国际的交流合作。中兴大学2019年的时候就有送刘俊年教授到 UC San Diego， 那他在那里2个月，他就学到一些新的技术。他回来台湾以后，就用这个概念用在不同的方向，就是用在光达。那他就写出科技部的计划。我们做的研究是比较偏向自动驾驶的一些晶片设计啊，需要做一些很多的环境感测。那其中我专注的是在于所谓的光学雷达的部分的一些晶片设计。它也是非常会提携后辈，让我去UCSD 就是美国加州大学的那个圣地亚哥分校，让我去做一些学术交流研究，进行一些合作开发。我现在跟刘老师算是一个大的团队，他有他的光达，我是在研发雷射用来做3D sensing。我觉得在台湾做研究有几个优点，台湾小，所以到每个地方都是1天就可以来回，它能够很快的成立一个研究团队。台湾的产业链很全，所以你假如有一个 idea， 你就设计啦，做 prototype， 要工厂量产，这个都是可以外包，这个是很方便的。学生要走进这个学者的路，我觉得就是有3点第一就是要拿到博士学位 ，problem solving， 培养你解决问题的能力。第2呢，你在做大学生的时候，就需要多问、多读、多参与国际学术协会的学生峰会，扩大你的视野。第3呢，有主动性，会挑战老师，试看看别的方法。那对于年轻学者呢，我觉得主要就是说，用一些市场买不到的仪器，你来做这些研究，那你就比别人早一步了。杜老师他其实是一个所谓的领先者的一个角度，自行捐献薪资给学校，然后由学校这边成立一个基金会。杜老师成立这个跨研究中心，可以看到更多元的一个研究领域。杜老师就像哆啦 A 梦一样，实现大家的梦想。那我们未来可以创造更多跨领域的研究机会。对自己的期许是很希望说，我做的研究以后能够真的有用到产业界，我能够利用台湾的产业链，我做的研究能够做出应用在产品上。